赖清德的本相嚣张跋扈，眼不见为净，百孔受害者，陈菊发明的。后来把这招传播给整个民进党，所以蔡英文为什么那么喜欢拒马？现在赖清德他也是这个样，甚至赖清德讨厌陈抗的程度比这两个还要更严重。人民可以叫官员跪着吗？赖清德当场造谣，谁给你在那边讨论啊？猜怎么样？这就是他本色啊！这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哎呦呀！情报一个老泪纵横的老妈妈，你什么东西啊你们啊？然后总统扬长而去，理都不理呀、啊！还有人要洗地我们伟大的自由时报，疑被自杀士兵蔡学良之母陈情被拦，赖清德得知即安排见面。下三滥绿媒赖清德不是说反共不反中吗？中国不是无神论国家，是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政党。不然现在各大中国旅游景点那些名山古寺，难道是鬼扯的吗？只是宗教信仰不能干扰到政治。数千年来，中国一直以来宗教都是长这个样子。所以赖清德既不懂历史，也没有国际观，对中国认识也极其有限，他只会拉仇恨。所以有说青鸟跟黑熊真的很智障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蔡学良的妈妈去陈情军冤案，结果被当场压制抬出去。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强迫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敢扑倒啊！刚才那个妈妈看得很悲惨。蔡学良事件在2008年，距今已经17年了。当时担任中华民国空军防空炮兵954旅625连第一连中士蔡学良，在靶场进行射击训练时遭到枪击死亡。最后国防部急着以自杀结案，引起家属高度质疑。为什么会被高度质疑呢？因为蔡学良之死很诡异。国防部说他是口中含着65K2步枪的枪管引弹自尽，18小时就开立死亡证明结案。但是如果是制裁，为什么口腔中没有火药反应？所以如果你是近距离步枪弹打到后面会爆一个很大的洞，但是他身上的枪口只有1.2公分。因为这个蔡学良的妈妈还委托友人到试射靶场去用65K2来对猪后腿打，实测结果跟儿子的伤势完全不符。枪管口液没有唾液，也没有血迹反应，如何含枪？加上枪那么长怎么含？那枪身及弹夹也没有指纹，如何制裁？没有寻获弹头进行弹道比对，为什么可以结案？军事检察官为什么2天后才到现场勘验？为何法医违反专业，在死亡证明书写下思想灰色跟死亡没有原因的用语？意思说他可能是制裁啊。那国防部出示之遗书跟蔡原部分笔记不符，没有指纹，也没有随身携带的原子笔的笔水，所以这事情其实非常的荒谬。蔡妈妈她一直在讨军冤的说法，这个事情她已经追了很久，所以她愤慨。那蔡妈妈在3月22号赖清德到台东市信仰中心天后宫，想要讨这个冤情。他不是今天只跟赖总统喊冤，从马英九时代讨到蔡英文时代，讨到赖清德时代，已经讨了3任总统。赖清德还在拿中共恐吓台湾人。中国对台湾所采取的各项威胁，统战的威胁，拢用5种。熟不熟悉？5种威胁应对17种方案，就是沈博阳那一套。你看多讽刺啊！外面的妈妈在喊着军冤案，里面的总统在恐吓台湾老百姓会开战。我提出17项应用的策略。赖清德现在就是完全用黑熊那一套。对台湾各项国家的统战、检讨及说不起，其中几项都是绝对做的。黑熊的经典标志，黑熊上来之后，针对宗教统战3番2头拿出来恐吓。是中国一心独行的国家，所有总统交流都有统战的目标。对不对？瞎扯，这个就是黑熊的说法。他自己去过对岸交流，结果他带回来的知识是这个样子。中国不是无神论国家，是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政党，但中国是可以有宗教信仰。不然现在各大中国旅游景点那些名山古寺、古刹，难道是鬼扯的吗？只是宗教信仰不能干扰到政治。数千年来，中国一直以来宗教都是长这个样子。共产党很清楚一件事情，禁绝宗教其实是在增加统治的成本。所以作为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政党，它会严控宗教行为不能越矩，来降低统治成本。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现状。
我们知道这跟台湾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你不能直接说人家没有宗教，所有的宗教都带有统战的味道。要这样讲中文都是统战，所以为什么黑悟空是统战？它就是无限在放大，而这个就是黑熊的招式，连这个最简单基本对中国的理解都错误，所以他既不懂历史，也没有国际观，对中国认识也极其有限。赖清德不是说反共不反中吗？你们自己的论述啊，大哥，真的很智障，他只会拉仇恨，只会扭曲啊。所以我说青鸟跟黑熊还有赖皮鬼程度是最糟糕的，真的是大草包一个。没做好决心，所以今天我也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也讲一个别的拜，也对面我一样，那也很平安。再次说明，赖清德不信苍生，也不信鬼神，他只信他自己，叫赖神。蔡妈妈只在外场准备要陈情就被拉走了，手上的资料也被夺走了。这个叫做陈情，妨碍自由罪。这叫眼不见为净，陈菊发明的。陈菊作为百孔的受害者，他竟然最讨厌、最不想看到陈抗，任何的陈情抗议不准接近陈菊本身。后来陈菊把这招就传播给整个民进党，所以蔡英文为什么那么喜欢拒马？为什么那么喜欢动员大批远警清场？现在赖清德他也是这个样，眼不见为净。赖清德讨厌陈抗的程度，甚至比这两个还要更严重。赖清德当年是怎么对付蓝铁东移的？人民是主人，人民可以叫官员跪着吗？你看这小表情，这就是赖清德的本相啊，嚣张跋扈狂妄。我认为他现在也不是什么法西斯，招式很像啊，但他的本色就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投机本欲者，而且人民根本没叫他跪啊，学生跟他跪是希望跟他陈情，很多的古井、古迹、古宅、古街道都要被你打光光了，你可不可以手下留情啊？但是赖清德坚持台南铁路地下化要向东边移动，导致大量的民宅，尤其是古宅被拆毁，然后赖清德当场造谣，谁给你在那边跟你讨论啊？拆，干你老子就要拆，怎么样？这就是他本色啊。所以为什么今天蔡妈妈一个17年军冤案，她只是尝试着要去跟赖清德总统陈情而已啊，然后赖清德的随扈当着赖清德的面就把他扑倒在地上，不管他是一个老泪纵横老妈妈，他儿子死了17年不明不白啊，他只是想跟总统陈个情而已啊，而且是个爱国的妈妈。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总统慈悲，救我们全台湾的孩子去当兵的生命的安危，就这么的简单，我诉求这么简单。我有过错吗？我若不爱这个国家，昨天总统讲的那说要加薪水，我就很想讲一句话：恁爸有钱袂演就对啊，好囡仔去做兵，囡仔就歹势啦，袂给你我做兵啦。当场把他扑倒在地上，赖清德也没有停下来，他也不甩他，你这就是赖清德啊！你看哦，这里最过分哦，然后他过去哦，你看这个人把他扑倒的。这一段这么狠心、这么决裂的事情，你看我们伟大的《自由时报》怎么做？疑被自杀士兵蔡学良之母陈情被拦，赖清德得知即安排见面。新闻是可以这样做的吗？你他妈你再鬼扯一点！赖清德在这边上车的，他走出来的时候，旁边警察在扑蔡妈妈，把他扑倒在地上，弄得满身是伤。然后你赖清德当作没看见，继续享受旁边安排好的假群众的拥戴，这还有没有人性啊？还有人要洗地，下三滥如绿莓，哪一个版本不一样？总统还在里面哦，这么大的骚动哦，没有人跟总统报告吗？总统装作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扑倒，绝对是扑倒，你仔细看。然后你看，人墙挡住，让人家看起来不是扑倒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还给他抓住，摔下去。有没有？硬拍就给你切掉了 ，replay 的时候就不给你放了。然后呢，一直在带风向。我爱人员向大车立场总统及时汇报。好，那你为什么及时汇报？你不直接把妈妈叫回来，当场道歉？你他妈情报一个老泪纵横的老妈妈，你什么东西啊你们啊？然后总统扬长而去，理都不理啊？为什么后来报？因为整个舆论炸掉了啦！知道这件事情，看到这个新闻的人，大家都在骂：这暐瀚可以这样做的吗？傅崐萁抗议的那个夜霸老师，只是被请出场而已，这样被民进党骂到傅崐萁只差没出来跪而已啊！
然后出来摔人。如果傅昆萁要出来公开的道歉，赖清德不用吗？三明治在那边洗地啊，这太过分了吧！不要脸到了极点，然后祸闯大了。赖总统安安静静的看完蔡学良的母亲，有承诺什么吗？连自由时报的聊天区，一群人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妇人在干什么？好难过，阿姨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然后竟然还有绿营的智障。2014年马英九前总统在执政，为什么拖到现在？这个是2008年的案子，谢谢。马前总统军中枉送性命，至今何在？我告诉你，2008年5月9号，大哥大姐谁执政？陈水扁执政最后几天发生的啦，还要继续凹什么？所以一群白痴青鸟哦，反正只要看到对赖总统不利的，就马上飞上去护航，这就是铲除死姑姑啊！然后绿媒出来洗地，维安尽责必须排除，所以就是把人抓下来，摔到地板上，扑下去，叫维安尽责必须排除啊！母亲不是自然伤心，母亲叫心死再死。他也知道这个总统不会鸟他了，他还能怎么办？叫你去演场戏罢了。他的维安都是这种态度。如果台湾的媒体都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我觉得台湾媒体也就是这样子了。所以抱歉，我对总统爱民亲自聆听这句话1万个不同意。我送这句话一句话，鬼扯。